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Mama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at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聊点帅啊！主持人好，老师好，女嘉宾们好。我是张元斌，今年25岁，来自福建漳州，现在在福建泉州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去探索城市的陌生角落。哦14号。 Hello， 男嘉宾你好，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找一些老城区啊，一些小旧楼啊，就特别喜欢阳光洒在它上面的时候，就金灿灿的，我觉得好好看，然后就特别的舒服舒心。我也是这样子的，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泉州就是这种很多老房子，到处能感觉到那种老城的气息。对，我也喜欢阳光，喜欢猫。泉州还是个值得去的地方，是我国第56个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个城市在宋元时代是世界海上贸易的中心，它有几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一说，你们有可能就会有兴趣。它有个开元寺，唐代的一个塔。开元寺，那个女生说：“我去看什么唐代的塔，对女孩来说没有吸引力。”但是我要跟你说，它那个地方离泉州不远，有一个崇武的古城的海边，是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惠安女？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民俗，就在崇武古城那边，戴一个斗笠，上身的衣服很小很紧的那种上身衣服，下面的那个裤子非常肥大。这不是我们今天男嘉宾的服装风格吗？他是惠安男。所以你去了解一下，泉州有好多地方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它包括还有一个叫清源山吗？啊，是。那个地方有中国现存最大也是历史最久远的一个老子的雕像，就这个。哇，写了一排字叫“老子天下第一”。23号。男嘉宾你好，各位老师好，我是23号女生李翠怡，目前在三亚从事展会项目的工作。然后呢，我有一个特别就是算小的癖好吧，我喜欢站到城市的最高点去探索，就是不知道男嘉宾会不会恐高呢？完全不恐高，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以前没有接触过那种过山车的时候，然后我很怕，但是当我第一次玩过山车的时候，我连着去了3次。哦，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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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就是很享受那种感觉，就会上瘾。然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种蹦极，我就发现我站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视野都开阔了，那种感觉我觉得挺棒的。啊，那刚好我也特别喜欢玩刺激的游戏。啊，是吗？是的。
你说的城市最高点，它有2种可能，一种是山，一种是建筑。站到城市就是比如说一些特别高的高楼大厦，在楼顶上面往下看。15号，广州最高的地方叫什么？小蛮腰啊，但是男嘉宾我也是特别喜欢一些刺激的运动的。契机，四季。然后呢，我是去那个中国澳门嘛，澳门塔，然后我从那跳下来，然后300多米，你那个跳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挺爽的，就是下去那一瞬间，就是有点抛空了，什么烦恼都忘记。对，失重的感觉就很奇妙，就感觉什么都不用想了，就体验那种快感就可以了。对，我感觉你的说话速度比别人在空中时间会长一些，你会落地的会慢一些。就是你说我说的慢吗？哎，那你说广东话会不会说得很快？我講粵語嗰時候就正常啲。这个就对了。正常语速他是一直在想这个很多词，所以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就是粤语区的人，他们就特别愿意回到本土呢？这个跟交流有关系。是的，像他们这样跟东北那些哥们儿说话，能把他累死。不会的，我就是每个地方的方言我都会学一下。哎，你说东北话。东北话，你干哈呢？你干哈呢？哎，你别说，还可以，还可以。咱们去撸串呗。四川话我也会说啊，就是你干爪子啊。就是我语言天赋还是挺好的。是吧？显而易见。好，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在吃到好吃的时候忘记我。24号。那如果2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吃到好吃的，把照片发给你，说我们下次一起来吃，这也不算忘记吧？可以啊，说明你还在想我啊。哦，其实你是想让对方时时刻刻记着你。对，因为生活中其实能够体现爱，就能从这些小细节中体现。10号。男嘉宾你好，你是因为之前谈的女朋友，他们说完吃饭就不理你了，还是怎么了？会让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疑问？对呀。因为之前我遇到那一个他，我总感觉就不是很关心，因为他可能吃的时候，可能太忙了吧。当我知道的时候，那包零食已经被吃光了。我听到过很多分手的原因，我也听到很多人希望被关心，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但是说到吃美食把它忘了，为什么听上去有点好笑呢？因为他有一点喜剧感，是因为他把他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快乐基础之上了。就对方有个人很开心的时候，哎，忘了他，他反而很痛苦，但这个痛苦底色又很快乐。然后我一听呢，2个人是为了抢东西吃分手的。这个很像小朋友。我女儿如果有个很好吃的冰棍儿，我说让我咬一口，我咬大了她就会哭。那我想问你，你小时候是不是很多人给你抢吃的？哦，那倒没有，就是小时候家里还是挺疼我的，然后我有4个姐姐。哦，你看看，4个姐姐可能都让着他，突然来了一个女的跟他抢吃的，换我也受不了。跟他谈恋爱，千万注意不要抢吃的。你们有没有跟前男友抢过东西吃？3号。你好，男嘉宾。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你好帅啊。谢谢。然后呢，我觉得美食呢，跟心爱的人一起吃，肯定会加倍的美味。然后，其实我本身也是很爱吃东西的，尤其你长得这么帅，我肯定要跟你吃饭，我要多吃几碗饭。
但是刚刚你已经说了，你跟你前任的那个分享嘛，所以我会把好吃的都让给你，然后请你多关注下我，谢谢。好，来看片子。工作、交友、恋爱，但事实上，你的生活更多的是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住。我叫张元斌，曾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个人看直播，一个人做直播。我知道享受孤独是成长的必修课，但我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所以搬进了朋友推荐的盒子社区。在这里，孤独穿上了隐身衣。这个盒子就是我的家，一张温暖的床，下面是储物空间，右边是我的办公桌。我通过做服务管理工作抵消了我的房租，也在这里结交了一群可爱的朋友。他是5G基站设计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搬到了这里，经常教我打游戏。他教的非常认真，攻略理念一套一套的，真的超级认真。他是米其林大厨，经常给我们做一些从未见过的美味料理，每天不同的菜系，川菜、粤菜、闽菜，我已经吃胖了好几斤了。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开办画展，一起开周末的电影派对，一起见证别人的幸福，累了就回到自己的小盒子，与世隔绝，在群居的生活和私人世界中自由切换，每天都充斥着未知和快乐。我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会跟小朋友比谁扮得更像卡通大拿，会随时和家人一起舞狮逗乐，会抄起手边的道具和朋友们放肆玩乐。我觉得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就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吧。13号。男嘉宾你好，你现在就是感觉生活在这种群居生活下很开心很热闹。那假设说有一天你谈恋爱了，那你会选择和你的女朋友、另一半共同的就生活在这个氛围里面，还是说你们俩会选择就是脱离出来，成立一个小的环境、小家庭呢？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盒子社区它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让所有人变成这种生活模式，而是给有需要人多一种选择。那当然，如果你更喜欢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传统一点的生活，我也是很愿意去参考你的意见的。然后，因为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爱情也是，都是在一次次的沟通交流中达成了共识。之前有一年有一个跨年的演讲探讨，当时话题是说2050年的青年生活，然后现场就探讨出一个形态，说应该是一个移动胶囊的形态。然后在每一个城市会有一些基础建设。我当时听到盒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比我们想的可能要来得更早。这个盒子就是一个胶囊的雏形了，只不过它现在不能移动，它是一个固定的一块一块。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盒子是那种集装箱式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盒子直接便携式的运到另一个地方，而开始另一个生活，变成了一种每一个城市住3个月的短居，但同时你所有的行李都在你的盒子里，上车搬过去落地。而且它全国范围内能这样流动起来，这就跟我们当时畅想的未来已经非常接近。就今天我还在泉州，明天我可能到了广州。没错，因为广州也有这样的基地。你打开以后，哇，这是广州。而对于很多网店店主啊、互联网的这种自媒体拍摄的博主啊、写手啊，他完全不受工作地的约束，所以到另一个城市他会活得非常好。而且这样，他大概10年的时间会把大半个中国是居住式的体验一遍。那这种生活非常值得期待了。哎，他的这个生活场景很有意思，有没有女生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的？3号。Hello， 又是我。就是因为我看你特别喜欢他，我才问你的。好吧。
但是我还是很紧张。是这样子的，就是男嘉宾，您的那个VCR 之前呢是说你之前都是一个人旅行，我也是，然后我一个人打卡了10几个国家。现在呢，我也想跟你一样有那种群居生活，所以我就报了一个义工旅行。你可以去那个地方旅行，但同时呢，你做公益，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跟你挺有共同话题。这个义工我当时也报名了，然后我也挺想去的。比如说去西藏啊，然后那些新疆啊，然后做义工嘛。虽然后面没有选上我，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那种生活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下一次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义工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城市呢？国内的话？国内，我现在挺想去一次西藏的，或者就是北边一点的，内蒙古也行。我也是。他说他很紧张，我觉得他很会说话。大家注意到细节没有？如果我下次邀请你，我们一起去做义工旅行，去哪个城市？不太会说的是，我下次如果邀请你去，你愿意吗？他连愿意都不用问，就默认为你同意了。我们只是商量去哪里。这就相当于说，以后我们要孩子的话，你想要几个孩子呢？1号。男嘉宾你好，请问一下，一般你一个人旅行，你都会去哪些城市呢？就有适合一个人旅行的一些地方，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就一般我是网上刷着刷着，我的朋友圈刷着刷着，看到哎好漂亮，我就赶紧就买机票，我就过去了。我推荐你去丽江，那里有一个开民宿的兄弟强哥。丽江确实挺不错，对，我推荐你去丽江。也可以来泉州感受一下古城文化的氛围。你可以带我玩吗？去哪里面？可以啊，我可以带你去逛逛我们很多古建筑。你已经很忙了，刚才答应那个去内蒙和西藏。我们一起带你玩，我们先带你去泉州玩一下，然后我们他这么快就，他马上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开始邀请了，是吧？要不然这样吧，你们3个人去旅行，最后看他跟谁回去，你觉得呢？太拥挤了，2个人就好了。都是3个人，先商量一下嘛，就是。再商量商量。我先问一下，还有没有人想加入这个团队的？现在名额有限啊。还有，王文文，你想加入一下这个团吗？旅行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再商量商量。我先问一下，还有没有人想加入这个团队的？现在名额有限啊。还有，王文文，你想加入一下这个团吗？旅行团？人多热闹，4个人还能一起打牌。哎，不会3缺1。我很想问，最多能接受多少个人？还有报名的，还有报名的。那我觉得10几个应该是没问题。他刚才问一共，我想说一共24个，我以为他会说那就24个都去呗。他要说20个都去，我说介不介意再带3个去服务的？都24个了，27个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看下一条片子。没有好好回应对你好的人，他就会离开。牛奶记得喝哦。哦，谢谢。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会陪着我一起去看海。我随口说的每个小心愿，他都会帮我实现。但因为第一次谈恋爱，稍显被动的我，只会用谢谢回应他的好。我把他弄丢了。不过我当时真的不太会谈恋爱，很多事情如果好好回应的话，或许他的感受会好很多。他离开的那一刻，我才醒悟，我决定勇敢挽回。我花1个月的时间计划找他复合，见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唱什么歌。但真当我们见面，他却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理解，如果他真的已经不爱我了，我不应该再纠缠，所以我离开了他的生活。有可能你这次遇到的就是你最好的那个女孩，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珍惜那个愿意陪着你，给你各种小惊喜的人。后来遇到另一个女孩时，我对她格外的用心，会提前买好她购物车里的口红，会通宵制定她的旅行攻略，也会在朋友圈分享我们的日常。她的每一个小心愿，我都会帮她实现。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秀恩爱的，但是如果我的另一半他喜欢这种形式，或许这也是算爱情的一种仪式感，那我愿意给他这种仪式感。不过和他在一起，我最费解的是他对我的双重标准。比如他知道我的手机密码，却从不告诉我他的密码，天天催我朋友圈秀恩爱，但他的朋友圈却没有我一丝的痕迹。后来他的标准不断升级，我再也忍受不了了。现在我依旧会勇敢全力以赴地去追求我的爱情，期待一个懂事善良不双标的你，我们互相理解，慢慢相爱，以后慢慢回忆。3号，你还有话要问他吗？我想说，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女孩，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女孩。爱的不可思议，创世纪的默契，不要给了你。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时候，虽然很仔细的。还有就是，我发现男嘉宾你的普通话特别标准。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福建泉州人，但是他每次讲都是福建，还有就是防护服都说的不太好，要不你来说一个防护服？防护服。我还可以再给你加一段。啊。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好厉害！哇！福康会。哎，男嘉宾你好，我刚才在 VCR 里看到你说你不喜欢秀恩爱，但是你却为了女朋友而改变自己。你平时是一个喜欢为对方而改变自己的人吗？我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听对方意见的人。那我会去听你的想法，对我的看法，会去改进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我也是这样，我觉得两个人谈感情就是相互磨合、相互沟通，我觉得这一点很好。谢谢。是我。你好，男嘉宾，你说你喜欢听女生的意见嘛？要是那个女生她的那个意见是你不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求你穿个大红的衣服，你自己内心又不喜欢，那你会怎么样处理嘞？我会进行先一次沟通，就是能不穿吗？那实在不行，那就穿吧。但是我会给你表示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不喜欢这种状态，但是我会照你的方法去做。就是说我要你一定要穿，你也听我话是吗？会这样子。那要是我就是知道你不喜欢穿的，我下次还是让你穿，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再次跟你沟通一下。就又答应我穿了是吧？但是我还是会跟你表达我的想法。他说来说去只有我还是会表达我的想法。你也要他换呗。如果他非要让你换衣服，你说行，我就穿大红的，我给你指一件，我喜欢这个，你也得换上。还能这样？他连前面那个双标他都能忍这么久。2号 ，Hello， 男嘉宾你好。然后就是刚刚 VCR 里面有看到，就是你女朋友分手之后延迟了1个月找他复合。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不能理解那种爱不能及时回应的一件事情。就如果你不管见不见面，你可以发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我觉得证明出来。对呀。有的哦，我打电话了，然后还是被拒绝了。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话还不如见一次面，所以我鼓起勇气去找他。那是我第一次勇敢的豁出去了。因为我特别是个被动的人以前，但我现在不会了，我会学了自己去更加主动一点。那你能接受强势的人吗？可以啊，不要太过分就行。哦，不要太过分就行，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就你这个性格，你让他们想不过分都很难。他们碰到你这样的，就会一定会越来越过分。我很想问一问你跟你那4个姐姐的相处模式是？就小时候被他们那个穿上了裙子，怪不得。所以你看，那个15号已经把话都逼到什么份儿上了？他说：“你要穿我就穿嘛，但是我会表达我的想法。”我就想起有4个姐姐的男生，他一方面一定会被呵护得很好，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相处模式一定和他成年以后的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有某种投射。你没有想过别人让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你就简单的告诉他一句话：我不要。没有试过，因为我是那种在生活中是比较在乎对方感受的，因为我怕拒绝他会不好的情绪。那你可以提出来，我很在乎你的感受，你要不要在乎一下我的感受？对，哎，对吧？他每一个细胞都在诠释什么叫被支配的恐惧。最后一个问题，福康会。是这样的，男嘉宾，你说有4个姐姐。对。其实我也是做姐姐的。一般我弟弟在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通过我的眼睛。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你的姐姐们会对女朋友的要求很高？我会告诉我姐姐，我现在找了一个女朋友。但是至于他们喜不喜欢不重要。明白。很有意思，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他的姐姐和他的相处模式是你和你弟弟的相处模式的关系，你觉得 O 不 OK？ 不 OK。他跟他的弟弟的相处模式，好像和你姐姐的相处模式不太一样。确实有点不太一样。这个跟数量有关。如果姐姐只有1个姐姐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独断的局面。但她有4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她如果找个女朋友，得姐姐们达成共识的概率就大幅降低。如果有4个姐姐都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她不可能活到成年。我想跟福冈会沟通的是，这可能是你感觉的，这是你们爱的表达的方式。但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这对弟弟来讲，对他来讲是不是好事？你要知道，强支配就必然搭配一个强依赖。所以，如果你们已经养成习惯了的话，他会是一个相当之强依赖的性格。所以这不是他找不找得到一个好对象让你开心，是他只要合适他的就一定让你不开心，因为这涉及到他人生主权的转移。而你如果要避免踏入那种悲剧的情况，你就一定要开始斩断还有的一种情感的这种连接关系，然后把它的主体性确立起来。明白。现在是6盏灯，上去灭掉4盏回来。
有请1号、3号。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you want me, you want me too.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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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like you. And I need, you want me too.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开大屏。12号。 Like me. Hit you with that do-do-do-do. 张元彬的直推女生是11号李嘉欣。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内外兼修，追求自我成长，有非常强的上进心和好胜心，感情中炙热浪漫而感性，非常有仪式感和责任心。而女生呢，气质出众，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个性表达，对人对事有明确的原则和底线。两人都很在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因此在相处中可以多一些相互夸赞和欣赏的语言，会有利于感情的升温。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居寒，我家的一份子，快乐很简单，我认为的新鲜感。我认为的新鲜感。3，新鲜感是和同样的人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体验不同的新事物。希望未来的他能够和自己一样执着专一，好好磨合和经营两人之间的感情。豪迈，自由的灵魂，吃货的自我修养，人在旅途。人在旅途。3，世界这么大，很想去看看，想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想和志同道合的爱人一起牵手，看遍世间万千美好景物。李嘉欣，无辣不欢，我的坚持，我的近期歌单。我的近期歌单。我不是刘德华啊。李新蕊，3段旅行，理想中的你，养生达人。理想中的你。2，真诚善良，注重仪式感，爱生活，爱旅行，当然也要有自己的事业。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觉得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居寒，最理想的那个生活方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然后我眼里都是你，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家人健康，有能力，好像就是这样。你说的都是对的。他是因为眼里都是你，所以你说的都是对的，就是恋爱脑的一个状态。陶曼，我希望我住的不要离我父母太远，但是也不要就是说住在一起。我希望就是说，能够经常的和他们能有一个沟通和见面。李嘉欣，男嘉宾你好，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有点奇葩，比如说以后谈恋爱或者结婚，我希望就是双方的父母让我们6个住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大家庭那种。李新蕊，我希望2个人在一个城市，完了之后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希望那个人可以懂得浪漫，喜欢看日出日落。谢谢。你要做最后的决定。如果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你的决定是。哪里哪里都是你，甜甜蜜蜜you know我爱你。对你说你好，男嘉宾，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我会把好吃的都让给你。期待一个懂事善良的我。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女朋友。
我之所以给他留人，就是第一眼就很喜欢，然后了解到他和我一样很喜欢旅行，我觉得我们志同道合，应该跟他以后生活也会每天都充满阳光吧，所以我就确定了是他。因为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所以我觉得爱情是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然后他刚才在台上特别的热情，特别的主动，也特别能够打动我。那你有想好我们下一次一共旅行去哪吗？都行啊，只要是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去哪都可以。那你要做好攻略哦。都交给我吧。这个选择我可以说，几乎90%是3号努力争取的结果。对，所有的女生里，只有3号最直白炽烈的告诉了她自我价值的肯定。从一开始说我就喜欢你长的样子，是，到后来说你到哪儿那个城市我也喜欢，甚至一度以女主人自居。男嘉宾，你可以带我玩吗？我们一起带你玩，我们先带你去泉州玩一下。对有的男士来讲，过于直白是一种冒犯，但对他来讲，他非常享受。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当时中间有一度说，那这个旅途能不能多几个人？然后他说多几个也可以。等那一瞬间，我马上在看3号的反应，3号迅速有一个翻了一个白眼，哼，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小吃醋，但又没有灭灯，意思就是我还给你留着，但是我很不开心，你怎么会想着跟别人一起去呢？我们俩去不好吗？这个度恰到好处，然后他这一看，马上就笑了。这种小细节也很真实，很真实。所以1号还会去找他们一起玩吗？啊，我就不去了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好，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默，今年26岁，然后现在生活在云南丽江。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唱歌。这好像不是个什么事儿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女朋友一块儿唱歌呢？因为我在丽江的生活闲暇时光，我会和大家朋友们一起在喝酒、吃烤肉、唱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唱歌。哇哦！9号。男嘉宾，因为我之前去丽江的时候也是，去那种小酒馆，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驻唱，然后再弹着吉他之类的，我觉得那种氛围的时候就特别好。我特别想知道你一般比较喜欢听什么歌呢？一般喜欢听一些轻摇滚和民谣，然后我也经常在丽江，因为朋友很多都开酒吧，然后会去唱歌，会去弹唱。哇，要不要唱啊？可以可以啊。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想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或幸福就是紧握的手。Zafina， Zafina， 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好的，谢谢大家。我们问一下，有没有女生想接着唱2句的？哇哦！现在是卡拉 OK 时间。
来，我想让15号你唱个粤语歌，我们听一听。唱歌很好听的。那你唱啊。我唱《世上只有》吧。那来，可以。你亦是我支柱，動力和意義。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at love is true。謝謝你的看顧，以及路上的愛護。我唱歌很好聽的。好的。我很喜欢杨小琴会说，我唱歌很好听，我很会学方言，我语言天赋还是挺好的。他其实很有趣，就他说出来，即便后面的呈现与前面的描述没有那么吻合，你也不会觉得。对，但是你还是会喜欢他。对，还是觉得这个性格本身还是挺有趣的，特别好，特别好。彭瑞，因为我也是乐队的主唱嘛。对。那你们一般民谣的话，你们都唱哪些歌曲啊？民谣，南山南。可以。好，来，就这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后来得及，我要望着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好，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生气的时候就是不跟我说话。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之后，你是去哄，还是说你也不说话那种？我是会去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里，那就有问题以后及时沟通，以后解决问题是最理想的状态。22号。哎，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生气他不理你之后是做出怎样的这种，就算是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不理我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嘛，就买杯奶茶，或者做一个他最喜欢的糖醋排骨。然后缓和气氛以后呢，再去就哄好了嘛，就好了。只是 OK 好的。7号。男嘉宾你好，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喜欢咬你这种，你会生气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喜欢咬你这种，你会生气吗？不太过分，没问题。因为我生气的时候，就是大概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怒气值会加50%，然后那个速度会加200%，然后敏捷会加500%。对。这个多少有点扛不住我这瘦弱的小身体。这个是有点受不了。这有猫系女生，关键时候可以变成豹系女生。对，我很好奇，就是什么点会让你从猫变成豹子？我曾经是因为男朋友没洗头，然后突然一瞬间就发火了。就因为他没洗头发？因为他没洗头，然后我就是开始有点生气，然后他也没有及时哄我，然后我就怒气值就是慢慢就上去了。你对他的发型不满意，你之前跟他说过吗？我有说，我说要不你还是洗个头吧，然后或者是你搞一下头发什么的。我觉得男生敷衍是不行的，对。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我换位思考一下，我看到这句话的话就是我不理你，一定是你惹我生气了。那我希望你不要惹我生气，所以你可以做到吗？为什么说生气时候要足够沟通呢？就是说我不惹你生气，是我充分的了解你以后，它中途肯定会有摩擦。
我有没有太 get 到？就是说，女生一生气的是因为男生让她生气，所以女生就要对她冷暴力。好像女生生气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3种思维考虑问题啊，一种叫批判式思维，就是我讨厌你这样，然后我希望你改。那这种方法呢就比较粗暴。那我觉得再好一点的方法呢叫建设性思维，就是我们出现矛盾了，那么咱们讲讲看是什么问题，然后双方出一些主意，让这个事情能够建设性的解决。那更好一点的思维呢叫成长型思维，就是说在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双方都去找找你们情绪的点在哪里，那两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彼此去修复它，然后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对方。所以呢，就说从批判性思维，我觉得是特别二元论的，特别简单粗暴的。然后建设性思维呢，是有助于处理问题的。那最好的成长型思维呢，是两个人人格都可以得到发展的。但是黄老师说的第2种和第3种啊，对那个人格基础是有要求的。他需要那个人格基础完整，比较自洽，而且本身没有一些脆弱的预留。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那种一生气，其实的意思就是脆弱被触碰了。所以他自己首先得不自卑，且不自负，且对自己的任何的优短长劣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性和成长性就有了生发的土壤。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尝试后2种又觉得做不到的时候，可以先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格的完整度还不够高。来看片子。一座城，一个人，一点午后的阳光。我叫李默，我从内蒙古乌兰察布来，我和丽江一见如故。如今我定居在这里，经营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为丽江创作影像。基本上白天我都会在工作室处理素材，下午我就拿着相机出去拍摄，记录我眼前看到的世界。玉龙雪山，蓝月谷，大自然告诉我，很多事情只能我先成就它，它才能成就我。最让我惊喜的是一个叫宝山石头城的地方。宝山石头城是一个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一个村落，它里面原始居民基本上是纳西族的原始居民，车子是进不去的，只能到村口。整个运输过程我们看都是拿着马匹，两边2个筐。村子里面的人基本都是自给自足，和外面嘈杂的世界相比，这里却给了我安定的内心。之所以去记录，是为了表达。大学毕业时，我结识了非遗传承人蔡学珍，他花光10几年的积蓄，自建傈僳族展厅，去传承民族文化。源于对他的敬佩，我以此为题材，完成了人生第1部纪录短片《傈僳手艺人》。日常的拍摄工作固然繁忙，但是每周和朋友们的聚会交流必不可少。很多时候自己家，因为很多都是开客栈或者有一个院儿，基本上喜欢在家里吃，然后弄上一桌菜，喝点酒就开始唱歌，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我在这里找到了属于我的生活方式，你愿意和我一起爱上丽江吗？卞秋阳，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从原本的地方，然后去到丽江开始新的生活呢？我最早是读书去的，然后毕业了以后呢，我觉得丽江这个城市就景色特别美，然后还有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玩音乐或者是侃大山，都是一个很放松、很包容的状态。是的，其实我也非常羡慕男嘉宾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你这样的一个生活。谢谢。有机会可以去玩耍。好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叫第2故乡，你们心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第2故乡？2号。我第1个故乡就是我的老家，第2个故乡就是合肥，因为我在那里开始工作和成长。我在合肥待了9年，
然后真正创业之后，然后去了上海，是我第3个故乡。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把第4个故乡找到。所以我是这么定义每个阶段和每个故乡的一个认识的。对。5号。就是今年是我在南京生活的第3年。其实第1年的话，我刚到这里就比较抵触，因为我觉得这边吃的太清淡了。然后第2年我就在适应，然后第3年我就觉得我非常喜爱这个城市，但是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记录一下，南京就是我的第2故乡。我们如果有足够的年岁的话，也许会生活很多城市，也许有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我们经常在语言当中的描述，无论是文学性的，还是我们口语当中说到的第2故乡，我认为符合几个要件。第一，它是我们生活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你说住1个星期，那不能叫第2故乡。第二，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足够大的影响。第3，留下了我们深刻的情感记忆。有这3个要件，我觉得它可能会形成第2故乡。那个宝山石头城离丽江那个城区有多远？离丽江城区100-200公里吧。虽然很近，但是整个都是蜿蜒的那个单向山路。它有一节都是石子路，它还不是水泥路。所以要开很久，要开6-7个小时车才能到。你觉得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才保留了它原始的模样？对对对，就像西藏的墨脱，也是最后通公路的线嘛。说一下你的那个纪录片。我是机缘巧合下认识蔡大姐，这个就是我片子里的主角。蔡大姐这个人就是。吃饭和穿衣打扮都是特别节俭，然后衣服袖子上都有洞啊，然后吃饭也是粗茶淡饭的，很简单。但是呢，他为了传承他这个傈僳族的文化，自己花了很多钱，然后建一个傈僳族的文化展厅，带着队员们学习这个非遗的唱法，然后学习跳舞这些。他一个人能把这个事儿给撑下去是特别不容易。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你喜欢的那种精神，就热爱艺术，无比坚持。是的，其实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我想记录下来。有梦想的年轻人，这个时代真的很多的细节太值得被记录了。是的，是的。5号，就是我很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纪录片。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今天男嘉宾就是这样一个我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他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有做一些就是关爱麻风病康复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其实我也自己很想去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事业有专攻，那个可以请男嘉宾，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帮我去拍一下。这是你是我的眼。可以合作。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是有参加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嘛，我们就会有1周的时间去到那边，看到他们身体上那些留下来的残疾，然后包括他们就是脚可能都会有溃疡，我真的就是觉得我都心疼的想流泪。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太小了，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谢谢。好善良的女生。然后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首先有新意，就是你要有一颗想记录它、表现它、热爱它的一颗心灵。其次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所以纪录片存在的意义就是他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心意是最无法伪装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心意，一定能做好的。你可能只需要一双拍摄的手，一双跟你一起发现美的眼睛，就是在这里，它很合适。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前期拍的这个片子不是很成熟，那么我一直的梦想就是说，可能在我40岁左右，然后包括我技术成熟以后，经济条件也成熟以后，我还会自己再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纪录片。好，来看下台电脑。丽江找到了我，我也选择了丽江，但我与爱情的奔赴还是没能到达目的地。我遇到过一个和我有共同美术爱好的女孩，我们在兴趣上很合拍，曾经形影不离地陪伴彼此。而现实的推进让我们各奔东西。我并不是一个擅长处理异地恋的人，分隔两地的我们无法再保持同频，我也会变得束手无策。爱情不再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我们只能结束了关系。后来我在大学遇见了一位女生，她比我小2岁，在丽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感情也一步步升温。但这段感情却不太被她家里人看好，家里就是不太愿意让她在外面谈恋爱。当时也想着就是也不高兴嘛，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还不让谈恋爱，就是也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没有太在意。但是后面经过时间一步一步推进吧，可能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然后他在纠结了很久以后，开始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分手就分手吧，这最起码见一面吧，就决定我说去找他一下，然后也跟他家里沟通一下。他姐姐也是异地恋，结婚2年多的时间，切实的面临了一些生活的问题。所以基于现实原因的考量，不建议他异地恋。对于感情，我更在意思想的契合，相处的舒适。短期内我仍打算在丽江发展，即使异地，我也希望能在一起克服。我期待他乐于沟通，不善冷战，过上相守于雪山脚下的生活。这个女孩的姐姐对她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是的，他姐姐应该比他大个10岁左右吧，在家里面可能是长辈的一个概念了吧。那么他姐异地恋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他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恋就很好解决。那么他就把他带回去了。家长领走了。就家长不同意啊，就是。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边有没有遭到对方家里边反对的？22号。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离异的嘛，就是我的这段感情经历，就是因为家长不同意，但是当时年轻，还执意的跟他在一起。但是用经验告诉了，如果家长不祝福的婚姻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对。那我也想问一下男嘉宾，那如果你在选女朋友的时候，你家长的意见如果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话，你会如何来处理呢？我家里是完全支持我，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是有过一次婚史的是吗？对，我是离异的，而且我还有一个 baby。那你总结2个离异的原因会是什么？就是首先呢，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认可度，因为结婚了之后就是双方家庭，尤其是有了小孩子之后，这个时候就是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未来在哪里上学呀？你们的户口会落在哪里呢？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对。把我们一个在丽江拍纪录片的男孩头都问大了。听到这一句事儿。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专门去找你的前女友见面，就是为了分手。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一定要见面说吗？
首先我跟他分手是属于前面在热恋的阶段。当时第一要去，主要是想挽留一下，也是想跟他家里沟通一下。然后跟他姐沟通了以后呢，挽留不成，那我就分手也要去说一下嘛。你再解释一下，你认为的志同道合是指什么？我认为的志同道合是可以一起跟我玩音乐。这个你说的志同道合，怎么听上去有点像共同爱好呢？对呀。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嘛，一起事业上也好啊，然后爱好上也好，就是聊得来嘛。我觉得因为这个男生在曾经2段过去的感情当中，都是理想败给的现实。那刚才女生们也说到了，就遇到现实怎么办？孟老师也说了，对吗？要说到这些很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也都在看你是怎么来认可的。但好像你并没有特别正面的回答，不是说要一个完善的答案，只是说在这方面你有没有过考虑？我觉得可能女生想多听一些这个，我想问一下，刚才不是还想一块儿弄纪录片的这个纪录片 partner？ 对啊。就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伴侣，而且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如果我跟他一起走的话，可能确实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现实因素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我的预期。但是，就是我真的希望男嘉宾可以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平凡人在用自己的力量去记录更多值得记录的东西。谢谢。看一下心动啊！哎，来看一下。纪录片小伙伴。你看看，把纪录片拍出来啊！好的。这次来《非诚勿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2位老师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么我回去以后可以继续再坚持我的梦想，但是呢，我同时也会兼顾现实的一些情况。如果以后我真的能找到心仪的女孩的话，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也照顾好家庭。我喜欢乐观一点的女孩，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好，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他自己快乐的生活，并且留下有价值的宝贵的影像资料。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女嘉宾们好，我叫赵泽阳，来自湖南长沙，今年2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睡前听恐怖故事。你听恐怖故事的时候，要不要带上他一块儿听？那个倒不需要，因为我高中那会挺叛逆的，然后事情比较多，
精力旺盛嘛，那时候就失眠睡不着觉，那时候就爱上了听一些恐怖故事，吓着吓着就睡着了。吓着还是吓睡着了？对，我认为只能是吓晕过去。你们睡前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小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10号。男嘉宾你好，我睡前会去听陈明老师的辩论。那不应该热血沸腾吗？我变得那么无聊吗？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我睡前会去听陈明老师的辩论。那不应该热血沸腾吗？我变得那么无聊吗？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我很欣赏陈明老师，他的观点还有他说的话，有时候会特别暖心。然后我不开心或者失眠的时候，我会反复的去听陈明老师的辩论，真的是这样，就很喜欢。哇哦！哦，对我妈也很喜欢陈明老师。他们俩要走到一块儿了，这一家子会很和谐的。婆媳可以一起看陈明老师辩论，一下子就把他们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婆媳关系就解决了。2号。如果说我的男朋友很喜欢听恐怖故事，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会怎么去处理？哦，对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自己也做噩梦。现在更多是兴趣爱好，我可以就是自己白天的时候听一下就好了。我更多的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恐怖故事，我也是听一些案件，然后会让引人思考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说要很恐怖。所以我想更了解的是，喜欢听恐怖故事算是你的兴趣吗？你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更阳光一点的兴趣爱好？兴趣我是运动吧，之前高中的时候是体育生。我也是。可以。很荣幸，我还参加过市运动会。厉害厉害！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跑过那个小型的马拉松。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时候，我就喜欢去跑步。听上去他有点像阿甘，什么事想不明白就去跑。从中国的东部跑到中国的西部，好多事儿就想明白了。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拉着我和陌生人去打剧本杀。我朋友是开剧本杀店的嘛，那个时候我就想跟他一起去合作去开剧本杀店。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很多陌生人去参与剧本杀，然后做市场调研。当时呢也结交了一些朋友，但是我个人不是很会聊天，除了剧本杀这个话题就找不到其他的话题。然后我更喜欢跟老朋友一起、熟悉的朋友去玩剧本杀，也更享受那个时间，更放得开一点。3号。大家好，我叫韩经纬，今年26岁，是来自深圳的室内设计师。但是我想就是问男嘉宾一下，就是玩剧本杀这个东西，它首先是要求人数一定要够。如果你只跟你的朋友约的话，你这个人数会不会不太够？对，会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跟陌生人去拼车？对呀。也可以，我不反对这种事情。但是我玩剧本杀更喜欢的是跟最熟悉的朋友在那里花4、5个小时联络感情，并不是玩剧本杀的内容。那我方便问一下，男嘉宾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剧本杀吗？我喜欢还是恐怖、硬核、推理本。哎，他的人生离不了恐怖这个事儿。他是属于那种生理上要跑步运动刺激，然后精神上也要刺激到的那种。好，看第一条片子。月入山下，湘江河畔。我叫赵泽阳，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小时候，爸妈做生意，我经常转学，离开了熟悉的小伙伴，我学会了独处。一个人在房间看动漫，一个人做饭照顾自己，一个人旅行，也形成了我独立的性格。大学毕业，在外漂泊半年后，我选择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选择在父母经营的钢材贸易公司工作。我的舒适圈呢，就是我熟悉的环境，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我可以进步得更快。我爸经常说啊，
做生意就像做人一样，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现在除了帮家里人打理生意，我也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物流公司。待在舒适圈，一样也能打拼出自己的小天地。小时候，我和爸妈的关系并不好，爷爷奶奶照顾我更多一些，跟我家的感觉。高一时，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也是在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爸妈的脸，忽然发现他们脸上有了皱纹，头上也有了白发，他们变得不再是我印象当中年轻的样子了。那一刻，我的心就忽然很疼，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变老了，我也应该长大了，也应该换我去照顾他们了。逢年过节，我会和父母一起走走亲戚，家里20-30号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但也会免不了被七大姑八大姨问有没有对象。被问的多了，我就会机智地转移话题，主动询问其他兄弟姐妹的终身大事，追问我的事呢，也就忘记了。我喜欢跟小孩聊天，还喜欢抓娃娃。我的床头呢，就常年放着一个哆啦 A 梦，偶尔睡前还会打个招呼。我希望能保持一颗童心，并把对生活的新奇感传递给身边每一个人。15号。你好，男嘉宾，这里。好。然后我看你那个片子说你喜欢捉娃娃，你有没有捉娃娃的技巧呀？我并不是很会抓娃娃，然后每回都要用200-300个币去抓3-4个娃娃。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就是我捉娃娃的话呢，我就待在那个正在捉的那个人隔壁，我就看他投了几十个币之后，然后他走了，然后我就接着玩。就是有这个，他设计了这个次数。对。那你每次要抓娃娃的时候，那前面要没有人嘞？我就去玩其他的游戏，等到有人来捉。那他万一捉到了呢？他捉到了，我就不投了。他想抓个娃娃，条件很不容易的。对，我觉得以后他可以找个男朋友在那里守着。他需要一个傻一点的人在前面投很多币，守株待兔。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刚刚看那个 VCR 看到就是你说过年的时候你都会被亲戚追问有没有对象，但是我每一年说的都同样一句话，我说放心好，我今年会努力的，我明年争取脱单，但是拖了几年都没有脱。对，我觉得面对这种问题，跟长辈不需要去硬顶，然后我们可以机智的去转移话题，也可以转移到别的话题。比如呢？转移什么话题呢？就是比如，就像我小姨之前经常就问我有没有对象，然后我就说我还早，我说她孩子应该是要找对象了，我还瞎编说她孩子跟一个女生在牵手。彭瑞。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舒适圈内打拼和舒适圈外打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舒适圈就是有熟悉的环境，我能更明确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我自己在父母这边工作的话，我反而会比在外面工作更加仔细、认真、负责。我爸去做生意、谈项目都会带着我，然后我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比如我的第一个项目谈下来了，就很开心的、很自豪的回家跟妈妈说：“哎，我很强，而且我谈的价格是整个钢材市场的运输成本最低价。”但到最后几批货的时候，就项目那边就说发现了问题，发现是运输公司的司机在中途偷了一些钢材。然后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做生意不要把价格压得太低，要给对方留一点底线。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包括之后我的创业跟开物流公司也是一样。4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舒适圈里的人，我的梦想就是早点退休吧，但是
就是我发现待在舒适圈里面久了，我就会跳开我的这个舒适圈，重新开始一份工作，重新开始一个圈子，重新到一个城市。那你在南京舒适了之后，你可能要奔到下一个不舒适的地方去，然后再把那个不舒适变舒适了之后，再去另一个地方。人生世界就是螺旋上升的，是吧？对，我觉得，舒适可以是一阵子的舒适，但是如果一直待在一个舒适圈，就感觉一眼望到头了。我觉得舒适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我在爸妈这边有更好的工作基础上，我就有更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人们一直在强调舒适圈，人们该走出的是让自己停止不前的舒适圈。心理学上好像是有三个维度的划分，里边是舒适圈，然后是学习圈，然后是恐惧圈，它是一层一层的。舒适圈是做熟的事儿，然后做没有压力的事儿；学习圈是半生不熟的事儿，恐惧圈是完全不熟的事儿。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倡导的是以舒适圈为你的人生阵地，不断的挑战学习圈，然后最后使得你恐惧圈的那个边界会越扩越大。这样你在人生当中寻求你的开心和幸福感的选项会变多，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的操纵感会变强，你的生命是控在你的手里的。18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 VCR 里看到你说一件契机让你一夜之间成长，我想了解一下你当时所认为的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呢？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挺叛逆的，然后我读了4年高中，3个学校，然后那时候跟爸妈关系很差，然后就在爷爷奶奶那边读书，然后记得那年是国庆的时候，那天早上爷爷突然就是脑溢血倒下了，当时我就很急，一个长长楼梯我跑下去是滚下去的，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坐上车把他送去医院。前面强装镇定的爸妈，发现他们脸上就是真多了一些皱纹。我看着爷爷，我就想，原来其实从小陪伴我们的人也会老去，也会离开我们。哪一个瞬间你们会觉得自己的父母真的老了的？18号。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的妈妈永远不会老了，因为我的妈妈的话，在我4岁或者5岁就已经去世了。你长得还很像妈妈呀，我发现。对他们，我家里人都说我跟我妈妈很像。就是我这辈子没有机会看到他变老的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能看到父母变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以照顾他们，去回报他们生你养你的恩，真的不要觉得父母变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句话真的，我会记住你说的这句话。从不同的人的人生体验当中来看，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男生说，我们一瞬间看到自己的父母老了的时候，其实内心里边是有一点点酸楚的感觉。但是从18号女生她的经历来看，因为她母亲去世比较早，再也不会老去的记忆，所以从她的角度感受当中，这其实挺幸福的。对，就像我现在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对之前都是很遗憾的，没有更早的去体谅父母，然后现在更多的是珍惜，陪伴在他们身边。谢谢。说的我都掉眼泪了，就是我们这个人到中年，我们的父母爸妈已经70多了，然后你每次回家看他们，好像都会就会好像又老了一点点。然后前段时间我妈妈呢，就是到北京来做手术，然后她就一直在抱怨她的生活，她感觉到好像得到的关爱不够。
然后我在想，这个时候我妈妈只是面对衰老和死亡恐惧的时候，她想多一点的关怀。我就说妈妈，其实我很理解你，然后我呢打算画一幅画送给你。就是我妈妈50岁的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很怀念我们。就是我在想，我为什么那么感伤？是因为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才没有离衰老和死亡那么近，真的是。所以，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抗拒生命的流逝的话，那么希望给老去的父母多一点的安慰，多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关心。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有人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只要你父母还在，我们就是小孩子。对，你无论你多老，你60，你70，你父母还在，你好像都不觉得你是个老人。好好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吧。看下一条片子。初恋，他热情外向的性格吸引了我。为了追他，我主动制造机会，多和他在一起。在书店和他邂逅，吃饭陪他一起。他害怕戴牙套，我就陪他一起戴。在我的主动追求下，我们在一起了。他是艺术生，为了和他有更长远的未来，我放弃了练了3年的体育，开始学习艺术。学习普通话，学习唱歌，学习跳舞。发音不标准，我就咬塑料瓶盖练习。就算嘴巴磨出血，我也继续练。五音不全，被老师劝退，我也不放弃。我本以为我的付出会让他感动，但他只看到了我训练时狼狈的样子，提出了分手。其实挺难过的，为了他，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是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但我不后悔。以后谈恋爱，我还是会做一些正面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改变。曾经我向一个女孩表白时，被问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你有多喜欢我呀？难道要说50遍我爱你吗？要不你做50个俯卧撑吧？可以啊，做500个都可以啊。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做50个俯卧撑可以代表我很喜欢她。也许女孩只是想要一个爱她的证明吧。后来她还问过我，你喜欢我哪里呀？我很难说出是哪里，但我想喜欢一个人，就是觉得他哪里都好，缺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恋爱中，我喜欢直球式表达，不会反复试探对方心意，只要喜欢，我就会主动去追。我喜欢脾气温和、稍微黏人一点的女生。但我的朋友圈比较窄，平时玩得好的呢，都是小时候的伙伴和同学，还基本都是男生。希望通过《非诚勿扰》，我能早点遇见心仪的他。来，15号。他说喜欢温柔又黏人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女生，她不温柔也不黏人，但是她是长得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会跟她交往吗？也会啊。你看看男人的嘴脸，1秒钟就暴露了。我喜欢这样的，但是他都不满足，但是好看，那也行。所以就是好看，你就会跟他在一块，是吗？他身上总有我喜欢的一个发光点，我就会去追求。你不是说喜欢温柔，然后黏人吗？其实也没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是喜欢稍微黏人一点的女生。然后温柔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性格很急，然后脾气比较暴躁。从小在我们那个沙城社区是出了名的大脾气。
你看季己把季己玩得快死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从小在我们那个沙子塘社区是出了名的大脾气，大脾气。你看季己把季己玩得快死了。但确实我是哎，你再说。就有一位，你跟他聊一下嘛。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很叛逆，这个正好治他，我的天。没有，因为我想反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性格也很火爆，就是我还喜欢咬人，但我现在稍微好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不打人，他尽量控制，只要不打伤我都没问题。漂亮，哎。但是就是如果就是我每天作你，你会烦吗？作？你要换着花样作，我不会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现在就他一个人留灯。来，我们看一下直推。哎呦，赵泽阳的直推女生是3号。男生为人谦和温暖，活跃有能量，充满探险家精神，爱生活，爱运动，爱探索。女生大方感性，温暖有爱，精致有品味，生活当中善于勤俭持家，乐于助人。两个人享受相同的生活趣味，彼此确定对方，认真携手进步，迎接两人的便是神仙般的幸福生活，供两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就是女嘉宾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如果之后恋爱以后会因为恋爱原因去改变城市，会有什么压力吗？3号，你在哪个城市？我目前是在深圳，但是我是比较偏恋爱一点的，就是愿意以后跟随男嘉宾在他的城市去生活。7号。我在上海，然后因为我爸妈的话，我家人的话都在上海，所以我需要就是对方可能来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买房这样子，对。压力确实挺大，因为我自己在长沙买了房，买了车。这个你自己看着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选3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你也可以选择7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选3号吧，直推。好，来3号。挺好的，你考虑考虑，不用着急。毕竟我比你大，我比你大3岁呢。哦，你介不介意？我并不介意。并不介意，3岁。你现在就直接说你愿意或是不愿意。不好意思，不愿意。我能说最后一句话吗？你能说。就是我上《非诚勿扰》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开始那个照片，一家人的照片，最后一张是520，我跟爸妈一起拍了全家福。那个羽毛球那张吗？对。这2张照片一对比，就看到男嘉宾成熟了，而且妈妈有一种要依靠着你的感觉，有没有？对，而且你看你爸爸的状态松弛多了，年轻的时候特别紧绷。现在出去他都说是我兄弟。从小很讨厌拍照，就没有什么合影，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非诚勿扰》这一次契机，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个改变，在每年的520。就跟爸妈、跟家人拍一张全家福呢。哎，你要记住今天的这句话哦，就是这个姿势，拿3个羽毛球拍，每年都拍啊，然后最后把它整理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对，好，很大的家庭，很大的过程。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
之前出现了一个那个大面积灭灯的原因，好像是我说到自己脾气大。其实我的脾气大，并不是爱发火，而是我会有时候会自己去跑步，自己生闷气那一种。其实我算是恋爱中比较好相处的人，我也会对方会做出一些改变。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